匯市場其實係投資者進行貨幣交易地方，例如買賣歐羅、日元、澳元等等。究竟咩係外匯呢？點解呢種投資工具多年不死，但亦有人輸身家呢？首先，我哋可以先了解咩係貨幣交易，指嘅係利用一個國家嘅貨幣換取另外一個國家嘅貨幣，而兌換嘅比例就依照雙方嘅匯率作計算，情況就好似去旅行一樣。俾個例子大家啦。Francis 去歐洲旅行嘅時候，究竟歐元走強或者走弱先會為 Francis 帶來優惠呢？如果歐元走強到1.5嘅時候，2000蚊嘅美金只可以換到1333蚊嘅歐羅啫。但係如果歐元走弱到1對1嘅時候，2000蚊美金就可以換到2000蚊歐羅啦。由此可見，歐元對美元走弱嘅時候，去歐洲旅行呢就相對平。2016年英國宣布脫歐嘅時候，英鎊對主要嘅貨幣亦都大幅下跌，到英國買名錶、買包包都平得多啦。一般嚟講，某貨幣對美元嘅話，例如歐元對美元，市場就稱為直盤；而唔係對美元嘅話，例如係加元對日元，就係交叉盤。我哋亦都可以看好或者看淡貨幣去獲利。例如 Francis 睇好歐元相對加元嘅走勢，就可以做多歐元對加元嘅交叉盤。如果睇好加元相對歐元嘅走勢嘅話，就可以做空歐元對加元啦。而外匯嘅走勢主要大方向都由基本分析主導，短線嘅細節就由技術分析圖表影響。所以每次公布國家嘅經濟數據同埋政策嘅時候，例如加息或者減息嘅預期，貨幣嘅政策都會影響外匯嘅匯率同埋走勢嘅。投資外匯有4個好處：第一，外匯交易工具選擇多，有現貨、外匯 ETF、槓桿外匯同埋期貨。第二，外匯市場被譽為冇牛市熊市嘅，因為外匯係相對嘅，一個升，另一個就跌噶啦。第三，外匯市場每個星期嘅1至5、24小時都有交易喺度進行緊，投資嘅時間非常之彈性。第四，外匯係全世界最大、最流通嘅交易市場，幾乎冇壟斷價格嘅情況發生。外匯幾乎都同經濟數據大方向一致嘅，投資就唔會死得不明不白啦。呢啲都係外匯最優勝嘅地方。貨幣中亦都有唔同嘅種類，例如套息貨幣、避險貨幣、商品貨幣等等。咁佢哋係咩嚟嘅呢？例子1 Francis 係一個專業嘅投資者，會揾一啲低息嘅國家去借取貨幣，例如日元啦，去買一啲較為高回報嘅資產，例如股票等等。但當市場出現唔明朗嘅因素或者隱憂嘅時候，投資就變得危險。Francis 就會暫時歸還所借嘅日元，日元嘅匯價就會走強。如果整個市場都有呢個情緒導致日元回流呢，呢個情況就叫拆倉。而呢類低息嘅貨幣就係套息貨幣啦。第二，當世界發生一啲唔確定嘅因素或者事件嘅時候，例如911、歐債、脫歐等等，除咗買入日元，Francis 亦都可能會將資金流入啲經濟較為穩健嘅國家，例如瑞士法郎。原因包括因為瑞士係屬於中立國，唔參與世界上嘅政治同埋經濟嘅問題，比較唔容易出現大升或者大跌嘅情況，成為咗資金避險嘅地方之一。第三， Francis 亦都中意投資喺一啲商品貨幣嘅，意思係嗰個國家係商品出口國，例如加拿大出口石油，澳洲出口金銅，紐西蘭出口農產品等等。呢類嘅貨幣同商品嘅價格嘅關係較為密切，走勢亦都較為波動。當經濟數據同埋商品價格帶嚟趨勢嘅時候， Francis 就會投資喺加紙、澳紙或者紐紙等等嘅商品貨幣噶啦。大家明白外匯嘅好處、用法同埋工具等等，就可以按當時嘅經濟情況、消息去為自己制定適合嘅投資策略啦。